認知低的人最大的特性就是永遠無法共情你的維度。你說的是邏輯，他要的是情緒；你講的是結構，他在想是不是你瞧不起我；你談的是這件事情的原委和事實，他在腦補是不是你就是為了裝逼。和認知低的人去溝通，簡直就是一種巨大的消耗，也是一種災難哈。昨天10月1號啊，然後國慶節嘛，然後我們整個家庭去聚餐正好呢，我昨天也不忙，所以說我也就跟着去了。我回想起来之后我现在真的都想給自己2大嘴巴子长個嘴就是欠兒了。為啥？我一個親戚家的孩子打工打了5年的時間了，手裡面现在攒了那麼一點小錢，他看中了一個位置，想要幹一個加盟的奶茶店，自己攒了5萬，家裡出資10萬，信用卡刷10萬，還要去問朋友借5萬，勉強湊夠了30萬，然後拍着胸脯說我要開始創業了。那這些親戚們呢，都肯定說這創業是好事對不對打工反正也不能打一輩子，對吧？都笑呵呵的說這件事。那我呢我從出社會到現在創業6、7年的時間了，我就忍不住講了一句現實的話题，我說慎重。第一呢你選擇的這個行業已經趨於飽和，第二呢你的位置選的確實也挺偏的第三呢你這不叫創業你手裡一共就只有5萬塊錢，對吧？你去幹30萬的生意，這哪叫創業，這叫梭哈。那麼梭哈的結局你自己心裡應該比我更清楚結果是什麼。我還沒有講完，他就把杯子往那个桌子上一放，臉色沉了下來。然後呢他就說你懂啥？我那好幾個哥們兒都是開奶茶店的，都很掙錢別以為你自己掙了2個臭錢你就可以隨便來指點我了，我看你就是怕我掙到錢。我那個嘴裡喝的那口湯差點都沒噴到那個桌子上當然我也就不講話了，就愛怎麼樣怎麼樣吧你會發現你們的溝通根本就不在同一個頻道和維度之上去講這個話題。你講理，他打感情牌；你分析因果，他問你是不是太過於冷血。最後呢你就不得不放棄你們之間的對話，因為你發現試圖喚醒一個沒有能力的大腦本身它就是一個徒勞，對吧？認知低的人他是無法分清事實與這個觀點的狀況的，他們最大的一個特徵就是情緒遠遠的要大於這個事實，立場永遠要優先於這個邏輯這種人往往都是自信感非常的爆棚，卻沒有基本的這個邏輯的訓練和思維的方式，對吧？他們用自己的情緒為這個世界劃分顏色，用偏見為這個社會為這個世界下了自己所謂的定論，結果呢就是理性的探討變成了對線的撕逼分析結果變成了你以為你是誰提出質疑變成你想多了。在這種低認知的人的世界裡就是沒有事實這種東西，只有我相信什麼，還有我討厭的人就是這才是一個真正可怕的一個沒有事實邊界的人是永遠無法正常去交流溝通的，無法引導，也甚至無法改變。更可怕的是他們喜歡用人身攻擊來代替這種的深度的思考你在試圖拆解這個事情的原本的結構，他在質疑你的人品不行你怕他掙到錢，對吧？你在討論一個社會的現象，他攻擊你的情商低你說某一個現象值得我們去反思，他反手就是一句你的心理是不是存在問題他從來就是不會把這個反思問題放到自己的本身，他只會把這個問題轉移到別人的身上。這不是偶然，這是一種自身認知低的防禦機制各位，就是他們無法容納這個複雜的世界給他帶來的這種認知的衝擊，於是他只能攻擊提出問題的人來保護自己脆弱的這種免疫系統。簡單來說就是我聽不懂我就要幹你，對吧？完事呢我的母親我媽旁邊坐了一個親戚，拿着手中的一篇養生的文章給我的媽媽看，他說這個東西吃了之後至少可以讓你的皮膚恢復5年前的一種活力充沛的
对不对？一种感觉。我說你这不纯扯吗？你看看这个文章是不是一个小程序？小程序的编辑下面是不是人为单独開發的？你點進去看看是不是用來銷售、為來激勵，然後給你綁定分佣金的一個小程序？我還沒講完，他立馬就瞪大了他的眼睛跟我講，我吃過的鹽比你吃過的米都多，難道我還用得着你來教我嗎？在他那裡，尤其是長輩，資歷就是真理，感受就是證據，任何理性的分析都是對他畢生的經驗整個的侮辱以及挑釁。就是在一個越來越複雜的這個世界裡哈，這類人終將成為社會當中的危險品。最致命的是他們這幫人還特別喜歡的拉幫結派，集體的自嗨，孤獨的認知低，它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們喜歡群聚。甚至在網上形成了各類的信息繭房，在聊天群裡相互制造謠言，在現實生活中變成了情緒的互助會，對吧？相互鼓勵彼此的這種偏執和愚昧，他們不會求證是否對錯，不會思考，只要自己的眼睛看起來像是對的，就瘋狂的轉播去共鳴。於是呢，你就會發現一句正能量的廢話被封為金科玉律，一個流量的騙子形成了膜拜的救世主，一個陰謀的這種的視頻讓幾百萬的人成為了受害者。他們構建的不是這種認知的共識，而是認知污染給他們帶來的群體性的幻覺。你永遠無法喚醒一個裝睡的人，你也永遠無法喚醒一個自以為是全醒的人。你越是努力的去跟他們去解釋這個現實的狀況，他們就覺得你就是自以為是，對吧？最終呢，你會明白一件事情，你跟他們溝通並不是在跟一個人溝通，而是在和他的防禦系統的自嗨當中進行去對抗。認知低的人之所以可怕，為什麼？並不是因為他們有多麼的愚蠢，而是因為他們愚蠢下的自我封閉，且具有這種富有這種攻擊性的原則。最後搞的他不是無知，而是自信的無知這是最可怕的。最危險的不是低能，而是低能又有激進的這種的能量。那麼各位如何應該自保哈？避開他們，不兌現，不教育，不試圖幻想，不去喊醒。如果說各位你還年輕，請記住一句話，不要在你的人生前期把時間浪費在這種認知結構和塌陷的這種人的身上，達成這種共識的人。記住，你我都不是聖人，也不是補天者，不要用你有限的能量就是去修復別人深層的這種邏輯先天的邏輯缺陷。最後各位你要記住，面對認知低的人保持一點傲慢是必要的，這不是鄙視，而是你自我的清醒。最後呢，我想用馬雲先生講過的一句話送給各位屏幕面前的朋友，當然也是送給我自己的防止以後自己嘴欠。改變別人的事兒少幹，